比特币还会继续上涨吗？以太坊什么时候会开启暴涨？如果你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请随我看下去。我们先看到比特币的日线图，我们可以发现呢，比特币在整个震荡的过程啊，震荡区里面最重要的互换大约就在65000左右的位置。我们可以观察 K 线就可以得到出这样的结论。你可以发现呢，我们在前方65000的位置啊，产生过很多很明确的互换哦，很明显哦。然后我们在前面哦也都有几次很明确的哦。其实我认为整个在65000呢，它就是最为明显的一条互换的位置，至少在整个震荡的区间当中。那我们现在呢，对于多头来说啊，要站稳，重新回到65000上方，就变成首要之务。如果我们能重新站稳回65000的话呢，我们在整个震荡的过程当中呢，就会变成虽然说还在震荡，但对于多头是比较有利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前期我们在震荡没错，但其实盘面呢整体来说是稍微偏向空头，是对于空头比较有利的。如果我们要再更进一步，要改变我们整体震荡的趋势的话，多头呢就必须来突破我们前面的下降通道，这个位置大约就在68000、69000左右，还有我们就高低点前面一个高点大概在7万。那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新高，我们要破出新高，过了这几个位置我们才能真正的宣告这整个震荡区呢被突破那我们至少要重新先回到65000的上方不然其实我们还是整体呢在震荡的走势当中的。那我们可以把级别切小一点如果我们切小级别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可以观察量能跟 K 线。我认为观察量能跟 K 线，我们可以看出，其实我们在这整段上涨的过程呢，其实它还是以比较偏向震荡的方式在走的。因为你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在整体 K 线上面呢，我们并没有出现什么多头很突出的量能，还好，真的还好。再来就是我们整段的上涨，其实它走的并不是算太顺畅我们并没有出现这种决定性的 K 线，也没有出现决定性的量能所以我认为整体其实它还是在震荡的走势当中。我们现在就去论断它已经开启了新的多头，我认为绝对为时过早那我们现在呢正在走一个通道，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未来比特币在这个通道当中它是怎么走的，它是不是继续在这个通道之内运行还是我们直接突破了通道，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在短线上面观察的。那当然量能也非常的关键。如果你对这些交易机会感兴趣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点击影片下方的 Bybit 链接，现在只要质押 USDT， 你就可以拿到年化300的回报率，当然只有1天然后它是有限额的。那你拿到这些质押的奖励之后呢，你可以直接提币走，完全没有任何的成本。那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交流。你可以看到，如果你在 Bybit 里面呢，就有质押1天就可以得到300% APY 的活动。那现在才有限额，之后呢，再过几天呢，很有可能这个限额就会被大家用完，所以要抢要快。我们再观察一下标普500，我们可以发现呢，最近由于美国一次降息，就直接降了2码，所以标普500是有一些反应。不过我们在突破前高的过程呢，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它突破前高的时候，它是不是很顺畅的突破，还是它后来又再回来，然后在这里来来回回的震荡，在前高附近。其实通常如果我们突破前高，突破新高现在注意我们是标普500的历史新高如果我们在历史新高，我们并没有不断的创出高点，不断的多头进攻的话，那我们这个突破呢，很有可能就是不健康了。其实一段回调或者说这种下跌甚至于震荡下跌它都是从一个失败的突破或者说不好的突破开启的，所以这点我们要必须小心一点我们在突破过后，那它基本上是打破了原有的平衡，它才有办法突破的。打破平衡之后，它有没有很健康的一路往多头的方向迈进呢？这是我们接下来要观察的。那最后呢，我们再来讲一下最重要的以太坊。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以太坊的状况，因为毕竟比特币从15000涨到75000，已经有5倍的涨幅了。在这段的多头走势当中呢，其实以太坊它的表现呢，绝对是差强人意的。但这也很正常因为我们在牛市的这种初期或者说这种初期到中期的阶段，本来就会是比特币要远远强过以太坊的。我认为我们要去讨论什么时候更值得持有以太坊，什么时候以太坊会暴涨，比起直接去讨论以太坊的图表，
我认为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图表呢更有讨论的价值，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加密货币在过去的走势，基本上以太坊它都是跟着比特币在走的。比特币在走多头的时候，那以太坊就走多头，当然强弱会有区别。比特币整体在走空头的时候，以太坊它一定走不出多头。而且呢，我们在过去或许有出现一个以太坊它跟比特币独立走出行情的契机，就是 ETF 上市。可是，在 ETF 上市过后呢，我们没有看到这种状况出现，甚至以太坊 ETF 上市到现在呢，整体来说居然是资金在流出的。那我们来观察一下以太坊对上比特币的走势，也就是我们在持有比特币的过程呢，什么时候我们去持有更多的以太坊，它会显得更为划算。那我们可以观察过往的图表，这是周线图。那我们是直接用币安的图，因为币安它的图表是稍微完整一些。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过去以太坊呢，它有走过2轮完整的牛熊，至少在牛市的过程呢是有经历的，就是17年的时候，还有21年这2次，以太坊它是有经历完整的牛市上涨的。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当时在17年要开始暴涨的时候呢，它是先有一个区间，然后这个区间呢，它的阻力被跌破的时候，然后我们就开始拉回，快速的上涨。那我们当时在2021年、2020年的牛市呢，我们也有见到非常非常雷同的状况也就是我们前面有出现一个强而有力的支撑然后我们跌破之后呢，我们就开始往上涨，然后就开启我们以太坊的暴涨。那当然以太坊的暴涨是相对于比特币暴涨就是在这个时间段呢，你持有比特币还不如去多持有以太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在这2个上涨的前期呢，它是有走出非常雷同的这种形态的，就是针对汇率的重要支撑做假跌破，对吧？那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呢，其实我们也出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撑了我们很多次，大概就在 0.05 左右。那我们现在也确实下破了，跟我们前面的走势一模一样。我认为，如果说这个支撑呢可以重新被站回来的话，那我们可以参考我们过往的走势我相信以太坊的行情就会开启暴涨以太坊它就会相对于比特币呢要来得更为强势，这个时候就很值得我们去多多的持有以太坊。那我们再来讨论一下什么时候持有以太坊，它的效益呢会远远高过持有比特币。我们来观察一下我们可以从最早的2017年那段的上涨开始那当然我们就是抓这一段嘛，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大概是从2017年的年初到2017年的年中，也就是大概就6个月的时间，其实非常的短暂甚至不到6个月很核心的上涨或许就只有5个多月而已。那我们都知道比特币它是有4年1轮的周期的，所以17年的年初到17年的年中这段时间，就相当于21年的年初到21年的年中我们可以稍微用白色线的把它给框起来一下2021年的年初一直到2021年的年中对吧这段时间更短大概就是5个月甚至不到然后我们在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是从17年的年初一直到17年的年中，对吧就是我们在牛市要碰到顶峰的那一年的前半年17年的年初到17年的年中，再加4年21年的年初到21年的年中那我们这一次呢当然就是再加4年25年的年初到25年的年中至少从周期来看会是这个样子的。我们可以来标示一下大概是25年的年初到25年的年中，这段时间呢会最值得持有以太坊，至少比起持有比特币，我们可以配置更多的以太坊，我们在上涨的过程呢可以获得超额的报酬。那我们距离那个时候呢大约还有100多天也就是3-4个月的时间。所以我认为当我们走到白色的区间的时候，而且我们在过往的周期上呢都是符合的，相比于其他的分析方式，比如说基本面啦、消息面啦、技术面啦，我更相信周期，因为
比特币比其他金融产品好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强烈的周期性。当然呢，这个周期性它也会慢慢消失所以我们必须好好的来把握我们这轮牛市。好，非常感谢各位。如果你觉得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非常欢迎你可以帮我的影片点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真的非常非常感谢各位，拜拜。